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勇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之前呢，我拍过一期 vlog 啊，带大家来过这儿啊，非常熟悉的一个环境。今天他们放上了那个很多赛车的那个赛道的装饰，就是小米在北京的新总部。今天太阳真的是非常非常大。之前呢，这个小米10周年的这2台手机呢，还有就是什么充电器那些东西，我们都跟大家聊完了。今天还有一个 One More Thing， 一个超大超科幻的那个透明电视，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。不科幻这点小白测评马上开始，记得3连一下本视频啊，感谢。本视频由小白有品 APP 独家赞助播出。谁说买二手没保障？买精品二手机上小白有品，3天物流退货，180天保修，国行正品，价格公道，闲置手机也可以好价回收。小白有品各大应用市场均可下载。OK， 现在我处在这个空间呢，就有2台最新的小米透明电视，这也是它大师系列的最新款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处在的这个环境是它一个相对比较暗的一个空间，所以画面会有一些噪点，这个跟大家说句抱歉啊，这个实在是没法控制。实话讲，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电视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还是非常震撼的，因为之前呢，我见过 LG 的这个透明的电视。刚才我也问了一下小米的工程师，这块屏幕的面板呢，它就是来自 LG， 然后是55寸的。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分辨率啊，之前的视频里边好像一直没有人讲，它是一个1080p 的分辨率，所以说你推近距离的时候，大家仔细看。这个颗粒感，这个像素感还是非常强的，因为它毕竟没有上到 4K。我也问了一下小米啊，是因为目前整个业界最高的这种透明的面板就到1080p啊。之前我见的那个 LG 的呢，它是35寸还是45寸，好像是6万多块钱，但是最后呢没能够量产。这个呢应该是全球第1台量产的透明的这个电视，确实还是非常非常震撼啊。咱们推近距离看一下，它的下边呢。正面是一块玻璃面板，是纯玻璃的，这里下巴，然后这个下巴大概有个4-5公分的这个宽度，然后侧边推进过来，它是2层，后边的这个是一个金属框，然后作为它整个的一个支撑，然后下面这个也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下巴吧，也是金属的，然后这边是一个玻璃，组成了整个这个电视的结构，然后下边这个圆形的这个机台呢，是它整个的主机系统，还有就是它的音箱全在这个里面。它上面呢也是一块玻璃的面板，这样的话离远看的话也有一点点那种悬浮的感觉。这台呢就是它发布会上展示的那个样片，有一只蝴蝶。后背的这个背景墙呢是它专门设置的，其实这个跟很多家庭的那个背景墙是非常相似的，就是后边有各种彩砖或者是一个画当这个背景墙。其实它放透明的时候，你是可以看到你后背背景墙的所有的东西的，好像悬浮在空中一样，真的。侧面看，有那种3D 立体的效果，特别强。它整个的这个电视的对比度呢是15:1的一个对比度，然后我们也问了一下，就是它全透明情况下呢，就是这个来界定它的黑色，就是全透明的时候就算它这个黑色了。这个时候肯定有人要问啊，就是我家里的背景墙是彩色的，然后这个我看电视的时候会不会把后面的东西都透过来？这个你是能看到啊，现在都透过来了。我现在把手放在这里，看，你是能感觉到我的手的一个黑影在动，尤其是在一些深色的界面的时候会非常的明显，你完全能够看到这个我的东西。咱们现在把后面的灯关一下啊，这样来看一下它的效果。OK， 现在的背景墙的灯是已经关掉了，你看这只蝴蝶更加的立体，更加的漂亮。背面呢，你能感受到一些格栅的那种效果，就是背面它并不是就是镜面的，就后面也是一个镜面，可以看它并不行。我什么时候能买得起这个车？OK， 这一台呢，它是连接了它后边的这一套米家的这个系统，然后它这也是专门给做了一个界面，尤其是打到这个控制界面的时候，有点特别未来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就是完全是透明的，有点像那种全息投上去的感觉，下边好像是一个激光的东西，然后把它打上来。早期钢铁侠是不是有相关的这种设备，是吧？这个米家呢是全套兼容，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吧。比如说什么空调啊，然后上面还有这个什么摄像头啊。现在是电视全关的一个状态，当全关闭的时候呢，它并不是全透的一块玻璃啊，就是有一点那种灰蒙蒙的那种感觉。推进看一下，
对，有点灰灰的那种感觉。其实它中间呢是有这个显示层的，就是在这块玻璃的这个后面。然后它下边的这个主机呢，其实体积并不小啊，还是挺大的。因为它这个台子呢做了一个下陷的效果，所以说是放在里边的。我大概量一下啊，下面这个基座大概有这么厚，对，还是挺厚的。因为它的音箱系统呢是在里面，就是浅色的界面其实它是有显示的，然后到深色的界面呢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黑色就是透明，看全黑的，然后它就全部透明。量产啊，就是零售版是不是这个遥控器？反正现在这个就是普通的，这个遥控器，感觉这遥控器是吧，有点太普通了，配不上这块这么有未来感的这个电视。一场飓风的到来，是因为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，探索的每一步都是一次奋力振翅，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未来。You are in violation of Code 10, Section 14, operation of an unregistered Jaeger. Hang on! Hang on! Hang tighter! OK， 可能是由于它这个现场比较大的原因，下面的这个音箱呢，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震撼啊。可能是这个回声实在是太大了。55寸它确实有点小，然后1080P 呢离得远的话呢，其实还可以，但是离近了，这个颗粒感还是比较明显的。OK， 咱们简单总结一下啊。我总体体验完之后呢，感觉这个产品呢，它确实是一个秀肌肉的这个东西。然后，但是呢，小米也能看到它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上呢做了很多探索，因为这个毕竟是第一台全球量产的透明电视。其实这个产品啊，就是它的最终完整形态啊，就是咱们这个往前畅想一下，就是它后背再加一个那种电离的变色玻璃。之前一加用的那种技术，大家应该知道，就是把那个镜头给隐藏起来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电视就可以是吧？我一摁一按钮，啪，它后边然后全部都黑了，然后就跟正常你家里的电视是一样的，它可能在后边再加一块玻璃，或者说再用什么技术让后边黑掉。这样的话，它的前面呢就跟你家里的传统电视一样，可以显示该显示的内容，而且没有那种背透的效果来影响你的观感。如果要是你想要装个逼是吧？这个朋友来家里了，你可以砰把它打开，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全透明的了。另外还有一种场景呢，就是比如说是吧，这个家里面有的是那种就是浴室跟这个卧室之间呢，它是用一个电视来分割的。有些酒店也是这样做的啊，它那电视是可以旋转的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有一个电离玻璃一开一关的这种变色，是吧？不过你就没有心情看电视了。因为之前呢，我体验过一些这种透明电视，他们更多的是那种工程机，然后 demo， 然后但是这个是量产的，你真的可以买的。虽然说可能这个量并不是太多吧，高端用户是吧？大玩具可以搞一个，然后更多的是 to B 的，比如说放在这个公司啊，或者说放在这个酒店里边，然后特别帅这个东西。如果要是有钱的小伙伴不差钱的是吧？赶紧搞一个，这个是非常极客，非常有未来感的东西。OK，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更多内容和精彩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、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都搜索小白测评即可。今天呢，确实它这个拍摄场景有一点暗啊，所以说这个画质有一些差，然后跟大家说句抱歉。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、我们的数据库商城都在我们的公众号里边。不给我认点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出来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兰博基尼的这个卡丁车，但是实在是太热了。我就不开它了，然后看一看，这个售价是9999，它这个真的是和这个兰博基尼那个车牌来进行合作。你看前面就直接是兰博基尼的那个牌子，这个应该是年轻人的第一台兰博基尼吧？它可以跑到40公里每小时，其实还是挺快的一个速度了。之前的它那个版本，Sport那个版本好像是能跑到37公里，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在小区里边让不让你跑啊？但是你买之前呢，最好是问一下。这里还有个尾翼啊，下面的这个车漆虽然说不是那个真车的那种质感，但是它明显是有那种烤漆的效果。你看侧面那种感觉，这是放了个音箱吗？我靠，是吧？你可以边听着特别嗨的歌，然后边开车，音乐都有了，非常帅，特别帅气。